西门庆和潘金莲。对，那你说他俩能算是演员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森。谢能。我看你啊，今儿就比较顺眼，只有今儿顺眼吗？一直都顺眼。怎么个顺眼法？你记得咱们之前讲过什么正缘呀、孽缘呀那些？一种感觉。就你在那里边提到一个词叫演员。演员。北京这边的话呀，可能愿意加一些儿化音，说出来就是演员。上次你说演员啊，我还觉得有点歧义，像薛之谦的这个，我以为是薛之谦唱的歌呢。是，但是他本身论缘分的话啊，你看正缘你就不加儿化音了，正缘像个人名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这边会说这个演员多一些。咱们之前啊说过正缘。正缘里面就像你说的有演员，但是演员当时没说全，所以这期咱们就把话圆，这是填坑之旅是吧？就经常有姑娘说择偶标准是，你问他不会回答你一个具体的项，他经常会说这个演员得有演员才行。之前网上看一帖子说有一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，还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还粗又长。对，25岁，射手座，说自己呢从来不会追求男生，绝不做主动的那一方，而且呢择偶条件不低，自己有自己一个理想型啊，就他很喜欢谁呢？彭于晏，大帅哥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材有身材，对吧？所以他期望自己现实里面遇到的也是这个款。你上次在正缘里面也举了一个明星的例子，那你还记得是谁吗？王嘉尔，哥哥杀我那个，对，都是大帅哥，都属于这个条件很好的，颜值高啊。对，那所以现实里他就希望遇到啊。以前有人跟他提过，说择偶不是看这些，要看演员，不懂。说理想型已经在那儿了，要什么演员？这个条件就够了，对吧？所以直到2022年，他终于遇到一个人，遇见彭于晏了。没有，他遇见一个完全跟他理想型不相关的人。他见到这个人以后呢，就莫名其妙的被他吸引。就这个人啊，身高、长相、声音、照理全部在他的理想型里面，跟这个彭于晏相去甚远，并且呢，他33岁，姑娘25岁，大8岁，男大8怎么说来着？没听说过，没有吧？我查了一下，男大8没落差。这小词儿挺吉祥啊！他以前不接受这么大的，您觉得这个岁数有代差吗？那这次不一样，在他的评价里说呢，这个男人有一种独特的温文尔雅。方便问一下是什么职业吗？没在这个帖子里细说了啊，你觉得是什么职业？我觉得至少是 CXO 吧。CXO 穿西服打领带，你还是往着那个条件去靠的哈，不一定啊。就这种感觉让他着迷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吸引了，心头这个小鹿就撞了，已经压不住了，矜持啊、害羞啊都没那个，就赶紧把心里这个围栏清空，让鹿冲出去，扑上去了。就是这种感觉，他感觉就像自己喜欢了很久的样子。之前他说他不主动，对吧？那结果这个人不一样，那他的心告诉他一定要抓住这个男人，不要让他溜走。这羁绊够深的。我想起了那个佩德罗和伊丽莎白啊，有点类似哈。但当时他们两个还是在撮合的状态下，小芳没有人撮合，小芳呢破天荒的主动追求了这个男人。他说自己是射手座，那射手座本身耐心方面就没有那么的多，可能3分钟热度。按照他以前的习惯啊，他如果去跟别人说一句话，得到一个不满意的答案，那就这样吧，散了，转身潇洒走掉，这样的一个风格。对，射手座好像确实是这个比较洒脱一点，对吧？他转身就走，但对他不一样，就是喜欢他，不管他对他怎么样，他就像一个捕兽夹一样，咬上就不松嘴了。所以他也觉得演员这个东西很神奇啊，能让他失去自我，忘记标准，就不顾一切的去寻找。就好多人觉得说演员就是长相，其实还真不是啊。人类的审美是有模板的，就是亚洲有亚洲的这种审美标准，欧洲有欧洲的，这种审美条件下都会有一种主流认定好看的长相。那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那大家的择偶标准就差不多了。演员这个东西不只是爱情，友情也算。就你开学去学校报到第一天，看你新同学，其中一个人你眼睛一看他就特别喜欢，直觉上你们俩能成为朋友，这种感觉往往特别准确，后来你们就真成好朋友了。对，这个时候还容易放下戒心，自己主动去跟人家搭个讪上。同样的，你要是有一种不喜欢的人，那这种就算没演员，看一眼就烦。在心理学其实解释过这种现象，所谓的演员呢，就是潜意识偏好，就是潜意识里我自己喜欢的类型。就是每个人因为家庭、教育、经历、审美、性格、价值观这些综合起来，会自然在潜意识里投射一个印象。当你的生命中出现了这种符合印象的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演员吧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能对安静的人有演员，那有的人呢对胖的人有演员，有的人对大众认为不好看的人有演员。那当然你要从生物学去解释啊，它和基因也有关系。他之前有提到说，看见某个人，感觉他的 DNA 动了，在生物学的方面提醒你该行动了。听见了某个声音，你这个 DNA 就好像在做这个选秀评委，一见到这个人，啪一下爆灯了，爆灯，一转身 I want you， 马上你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群这个穿彩色衣服的小人在那拉着手跳舞，就是他呀，就是他。
找到了呀，找到了，就这种感觉。就这个动画效果一出来啊，这人就是他稳了，就跟咱们看那个《天龙八部》似的，萧峰一打这个降龙18掌，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武功多高，一打18掌的时候，这个专门的 BGM 就出现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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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说那是98版那个？对，这一出来就稳了。就这种情况比较少见，所以出场即深刻。你如果看到一个人没演员，那这套这个动画就不会启动了。你要是还很讨厌的话呢，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套，那还是那群小人，心里出现一群这个穿灰色衣服的小人，在那跟你摇头，大傻叉呀，大傻叉，快离开他呀，离开他。就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就大家也可以总结一下，就是看到有演员的人是不是真的具有某种类型的特征，可以归纳一下。当时你看你媳妇儿也是，对吧？我记得之前我好像说过，就在那个郑源那期的时候，我说看到他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，很不一般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个东西叫眼缘，它不叫耳缘、嘴缘？那不是因为我眼睛看见的，但是你耳朵也能听到，对不对？但第一感觉应该是眼睛看见吧？这个不好说，就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。首先呢，它不好听。眼缘的话，是你人群中看到一个人，一眼望过去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人，这个感觉，对吧？你换成这个鼻缘，人群中嗅到一股味道，闻到一股味儿，上头啊，对吧？谁肠胃不太好，这个是吧？这种感觉，就是这个味儿，那你就不太好听了。对，这人类好朋友比较熟悉，比较擅长这个技能。对，其实啊，因为人类是视觉动物，87%的信息是通过视觉传递的，9%是耳朵，4%来自其他器官。那你靠别的传递信息就是慢。那并且在这个很多的非语言交流方式里面啊，就像你说的是一个视觉，看到一个轮廓，然后紧接着你会有一个目光交流，这种交流是最直接最有效的。眼神啊，是身体语言里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眼睛自然就很重要。就确认过眼神了，他遇见了对的人。那每个人眼睛其实都不一样，眼神也不一样。那在古代对眼睛有很多种研究，之前有本书叫《麻衣神相》，耳熟，看这个的哈。光眼睛的这个形状记录啊，就得有几十种。他呢把这个眼睛的分类用动物做名称，有这种龙眼、凤眼、牛眼、羊眼、鱼眼、鸡眼。鸡眼这个它在脚上，这个不算那种眼型了啊。比如眼睛细长深邃的，光亮润泽的，大贵之相，直接给你定个义。黑眼珠发亮，跟那个点漆似的，这种人文笔特别好，聪明。眼睛含蓄有神，富贵。那眼睛小，有点凹的，长寿，但是性格有点孤僻。这都是好话呀。坏的我不是没往这上写吗？也有说这个眼皮浮肿，眼睛向外鼓的呢，容易得病。或者像刚才提到那种羊眼睛的人啊，孤僻狠毒，它类似这种的。还有一个词你听过啊，就说好多的娱乐圈的明星眼睛长得就像桃花眼。桃花眼。有这个桃花眼，他这个桃花运就断不了，这就来了。这个桃花眼其实还下过批注，说男女桃花眼不移，逢人微笑目光迷，眼皮湿泪兼斜视，自是欢愉乐且喜。这个词儿写的真优美啊。给这么一批注，这涉及的比较深了啊。关于像这部分，我们可以放在会员频道里面细说一下。其实眼睛好是一方面，那最重要的还得是整体啊，整体的气质。这事儿就不止眼睛好这么简单了，是一种感觉。从你刚才说，我就觉得你一直在说好的。你想说点不好的？事物都有两面性嘛，你不能只看好的不看坏的。咱们辩证看。你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桃花眼是吧？招桃花。对。还有一种另外的说法呢，眉来眼去啊。你这桃花眼出来了，和别人眉来眼去，最后导致的结果就不太好。你好像在指某个人。咱们古代有名人啊。谁呀？金莲和大官人嘛。西门庆和潘金莲。对。这两个人是吧？对，那你说他俩能算是演员吗？他俩呢，在《水浒传》的时候肯定是演员去走的戏嘛。对对吧？对。那至于说有没有演员这个问题，其实很深，它背后藏着的是这个5000年来风和雨的这种，藏了多少梦啊？对，这个伦理道德。咱们今天说的是演员，其实演员本身这个词是不带善恶、不带价值观的，就他俩能成，一定程度上肯定是碰撞出了这个火花，是吧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，越过道德的边境。对，所以有是有，但是呢不提倡。当然还是很有人去看重这个感觉的，你没感觉不行。之前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小美，她以前上学的时候被很多人追过，追她最长时间的呢追了5年。因为是同学啊，他们避免不了在一起平常这个聊天，学习上有很多共同的经历。这男生追她非常努力变成她喜欢的样子。那他知道他的择偶标准。那会儿的这个女生啊，对打篮球的就很喜欢。这个哥们儿呢1.8米，
之前190斤，为了他的这个目标，生生的练减脂增肌，练到这个140-150斤的样子，腹肌都出来了。嚯，这可真够棒了！哎，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呀！这就是这种给他的动力啊。对小美也很好。高考以后问小美说想去哪所学校，报的跟小美是一所学校，但是阴差阳错小美的分数不够，去了另一所城市。他考上了啊，他考上了，他还会做这个好吃的给小美。那暑假还去找小美玩，两个人是这样。小美说只要呢我一发出信息，这个哥们儿一定就会快速的回我，秒回。哎，就跟这个问小杜我在，这种感觉是一直在守护啊。哎，对，就正常来说，一个女生面对这么好的男生，早晚都会动心一下，对吧？但小美不是，别人看来男生都有戏，只有小美自己知道他俩成不了。为啥？因为没眼缘。他是这么说这个演员的事儿，他说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看他的时候，眼神里是没有火花的，说话的时候身体不自觉的要保持一定的这个安全距离。没有眼缘的男生如果给女生做的再多，那最后可能就是感动了他。所以故事的最后他俩还是说了拜拜。所以这就是回应你刚才说的，不是说这个男生的长相有钱优秀他就能符合这个女生的眼缘，每个女生的眼缘其实不一样，就需要那种冥冥之中有注定的感觉，在一起才会舒服，气味相投。所以眼缘你要对这类人来说呢，就成了什么备胎了哈。对，眼缘这个词就成了不喜欢你的这一个平替，也是大众最容易拒绝人且能容易接受的理由。哎，对，它很主观。就刚才呢提到这个冥冥之中啊，演员还确实有一种玄学的解释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来自于电影《I Origin》的一个翻译叫《爱情起源》提到的这个故事。在这个电影里啊，有个生物学家叫伊恩，专门研究生物的眼睛变异和变化啊，做这个工作的。有一次伊恩参加这个万圣节化妆舞会，舞会间隙透气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孩，那女孩戴了一头套，就露出了眼睛，就跟那个 CS 里面那个匪，哎，对，跟那个有点像，就露出了一双眼睛，这双眼睛非常好看。当时伊恩对这双眼睛就着迷了，提出了说我能不能给你拍一张照片。他给他拍了几张照片，他呢自己也感觉到这个女生对他有好感，他两个人就聊得很投机，但是那一次没有太多交集，也没留下联系方式。回去以后伊恩就沦陷了，久久不能忘记这双眼睛，发誓一定要找到它。这你怎么找？没法找，对，找不到就很失落。那这时候神奇的事情来了，他呢有一个买彩票的习惯，有一天买了彩票，看到彩票上突然有一个数字引起了他的注意，11号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这个11号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。看完这个彩票一抬头，对面那个钟表上显示的时间11点11分。嘿，这么寸，哎，天使数字啊！这还不算，看完这个表，紧接着来了一辆公交车，一看11路。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辆车是在提醒他什么，于是就刷卡上了这个公交车，里头坐着11个人。哎，这个就没数。他坐了几站，神奇的一幕发生，在车即将到达一个站的时候，车上有一个人牵了一条狗，这个狗疯狂的叫着不停，他就意识到好像是在提醒他是在这站下车，对着他忘了。哎，紧接着他就下车了，车开走以后，看到对面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广告牌上就是他那双魂牵梦绕的眼睛。剧本啊，这是。哎，就这么巧嘛。那既然是广告牌上的东西，那就能找到广告商，你找到广告商就能找到这个眼睛的模特，就照着这个思路顺藤摸瓜，这就和找到我们就找到了夏森甄选是一个道理。没错，他这么去找的话，终于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苏菲，然后还看到了苏菲其他的这个广告照片，都去了现场。比如说苏菲在一个酒吧里面拍摄的照片，去到那个酒吧，但是人没在嘛，毕竟是人拍摄现场，这时候就有点沮丧，虽然知道人家叫什么，但是还是没遇到。那没办法，坐地铁回家，地铁上还在看着他自己拍摄的那个眼睛的照片，那眼睛确实也很好看。看着看着一抬头，突然看见旁边的车厢坐着一个女生，众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苏菲就在灯火阑珊处，就在那儿坐着，遇见了。哎，终于遇到了他一直想念的人。过去以后介绍啊，认识聊天什么的，这一次两个人都没有在，不好意思，这回看见脸了。哎，两个人再也没拘着，干柴烈火成了。那女的是不是也找他呢？没找他，但是呢，苏菲这么说过，咱们两个呢，就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就算经历了死亡，我们也可以找到彼此。很暖的一段话啊。现实里面其实他们两个也经常争吵，两个人打算去领证了，那他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但是那一天出现了意外转折，苏菲就在那一天坐上一个电梯，那个电梯出事故，他意外离世了。这刚找着对的人，这人就没了。哎，打击挺大呀。对，但很遗憾啊。这伊恩很伤心，但是生活还得继续。那他就最后和别人结婚了。
生了一个孩子。他们那边呢是有一个传统，是要给孩子登记这个虹膜，就是眼睛上的这个虹膜。这个虹膜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点像这个身份 ID。对，在登记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诡异的事情，查这个眼睛的虹膜，突然同时出现了这个孩子和一个已故黑人老头。那这只有2种可能，一是系统 bug， 2是这2个人的虹膜是一致的。这关键是这个老头去世的时候，那个时间和他妻子怀孕是在同一段时间。轮回呀！你也猜到了是吧？他既然是科学家嘛，他就要做这个实验，他就给他几个月大的孩子看这个老头家里面的东西，就包括老头家里以前养的狗，老头的妻子。这孩子看着看着突然就哭了，不会说话的孩子，但是情感出来了，所以他也惊了，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？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脑海里生成，一个人死后，那另一个人会拥有和他一样的虹膜。轮回可以带走肉体，但是带不走虹膜的标识，这是一种猜想啊。所以他就顺着这个猜，他就想起他的这个前女友，人虽然不在了，但还一直挂念着，所以他想根据这个前女友的虹膜，他不有这个相机吗？去找一下是不是这个虹膜的主人就是他的转世。一直这个苦苦搜索，最终在印度找到了一个和他前女友虹膜一样的孩子，一个小女孩。真的找到了？找到了，但是不在一个地点了啊。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女孩现在7岁，而她的前女友去世也是7年，对上了，又对上了。这小女孩其实眼睛也很漂亮，去到这个当地跟小女孩一番沟通做一个测试，还是想去试一下这个以前她孩子做的那种测试，给她放一些她前女友之前的一些物体、一些物品一些熟悉的人什么的，给这孩子测。那结果测试呢10项吧，测试通过率呢是44%，并不是特别高。不像他预期的那种全都能选中他前女友生前的这种爱好没有，只是比其他随机测试高了一点点，所以他很失落。他相信数据嘛，那可能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对，自己还是偏违心了，就想着把这孩子送回去。给人送回家的时候要经过一个电梯，电梯门一打开的一刹那，反转来了，这小女孩突然像疯了一样的惧怕这个电梯，扑到伊恩的怀里。这是有阴影。对，一直拼命重复着我不要坐电梯，我不要坐电梯。伊恩当时就绷不住了，你惧怕电梯的这个举动就和他的前女友联系起来了。所以这个视角下，我们所说的演员，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前世的一种记忆？这么说非常有可能。这其实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猜想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，苏菲还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，她说我其实已经单身了很久，但是在那天晚上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们似曾相识。那事实上我觉得你认识我。说了这么一段话。那你刚才说的这么玄乎，又是前世又是确认虹膜的，那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找到这个有眼缘的人呢？这个问题很深毕竟其实虹膜那个是一个电影的猜想，你如何去找这个演员，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正缘那一期。那同时呢，按照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能得到一些启发。那首先你得到人多的地方找，对吧？不能说窝在家里面。很关键的一点是得走出去，能遇到更多的人，并且呢尽量搭乘这个公共交通，坐公交地铁，这样碰到人的概率大一些，寻找一些能跟眼神有交流的这个人。如果说当你遇到了一个可以接得住你眼神，并且你还有似曾相识感觉的人，那个就是你的眼缘了。未来却